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我们今天要来安装 UFI 的门铃摄像头。我选择 UFI 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有内存，所以不强制你购买云端空间，然后就需要一直付月费。我们以前安装过 UFI 2K 的门铃摄像头，以前我买的好像没有写型号，我看现在这类似的型号好像是 C31。我们可以看到这型号的门铃是看不到下面有没有包裹的。我们这次要安装的是 S330，这是有双摄像头的版本，可以看到下面的包裹。它同时也改进了一些其他的部分，我们也会说说。S330是直接接门铃的电线的，1340则是和这个功能一样，但是使用电池的版本。我不建议买用电池的，我们以后会介绍1330，也就是类似这门铃，但是用电池的指纹锁。我只能说非常耗电，不过这款就没有这个问题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先把这包裹拆开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这边直接滚出一根电线，这里面有一些 jump wire 的电线，一些螺钉，一个电子门铃的插头，室内电子门铃本身。我们顺便把插头装上，一个底座，这上面有方向性，然后有一个有角度的底座，因为门铃通常在侧边，有些角度可以有更完整的视野。一个底座钻洞的图纸，然后是墙上的门铃按钮，最后是说明书。这边我们来说第一个 UFI 改进的优点。我们以前的门铃，我们需要在墙上接上电线，然后扫后面的2维码来设定。如果像我一样没有使用电线延长的话，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。现在这 S330可以从后面打开一个插电口，我们直接接上电线插到插头上，门铃就会启动。我们可以在这情况下完成设定，等设定完成之后再装到墙上，这样就不会有以前距离不够扫不了2维码的问题。我们现在开始设定。新增方式还是扫一个2维码，不过这比接在墙上扫要轻松多了。然后连上网路，它会给一个2维码，要你让摄像头来读取，这样就设定完了。之后都是一些我们之后会做的安装流程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，如果变压器电压不够，他说我们需要用 jump wire 把屋内的实体门铃的 train， 也就是变压器和门铃的极连接，造成短路，让墙上的屋内的实体门铃不工作，这样我们可以给我们这个门铃更多的电流。这我们以前安装的门铃也有，不过通常是你设定不要用屋内的实体门铃时才需要做。这边则是明确说实体门铃不能用，我这边就先不管它，我先不把屋内的实体门铃弄短路，直接试试看，如果真的不能用再说。然后我们插上电子门铃，这边也有个变化，我以前用的版本电子门铃可以插上 micro SD 卡，所有的录像储存都可以在里面，也就是会在房子里面。这个则没有，代表它只能使用门铃内建的储存，也就是总共8GB， 实际能用的空间只有 6.6GB， 相对比较小。比较大的问题是，这是内建的，如果对方知道如何拆下门铃，他一拔走门铃，你的录像就没有了。我感觉这很不好，它这好像也没法和 Home Base 做连接。我们以后做1330则好像有这个功能，算是这门铃比较糟糕的一个变化。我们按照流程按下 Sync 就可以连接上电子门铃，按一下门铃就可以看到画面了。这样这款 S330就设定完了。不过我打算2楼加装一个电子门铃，所以我买了这个 Add-on Chime。这边需要注意，就算这些 Add-on Chime 长得一样，我劝大家在购买前先和商家确认一下，因为我发现这种 Add-on Chime 有时候简介说只能对使用电线的 UFI 门铃使用，有时候简介说只能对有电池的使用。我的确有时候也遇到门铃加不上去的情况，所以各位在这边也稍微注意一下。还有它这加上去也分了2种，一种是直接加入，然后扫2维码，但是它通常会失败，然后直接叫你从门铃里选择室内门铃，然后添加。我觉得这个在设计上也是有点问题的。我们现在开始安装门铃按钮。我们先把原先的门铃拆下来，这种最基本的门铃我们通常一拉就出来了。这个外面大概上了漆或涂了细胶，要稍微撬一下，拉出来之后，我们把螺钉弄松，就可以移出2根电线。
下来门铃，这种最基本的门铃就是一块铁片，按下去时，这2根电线会接触，然后就会敲响室内的门铃。我们按照图纸钻上2个洞，然后塞上膨胀螺栓，把底座和有角度的底座用螺钉固定在这2个孔。要注意一下方向性。然后我们把2根电线接上，基本上也不分正负。接上后，然后拴紧螺钉，然后我们把它从上往下插入下方的插槽，最后把上面压进去扣住，这样我们就装完了。下来的话需要这根针，上面有个口，插进去之后就可以把扣环松脱，就可以拿下来了。我们之前就设定完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只需要来看看效果。这个双摄像头画面还是很不错的，这也是我买这款的原因。不但有更好的视野，也可以看到包裹。我原本担心会像说明书说的一样，必须把室内的门铃弄短路，然后使用电子门铃。但是我尝试了一下，我发现其实我不设定的话，还是可以使用实体门铃的。可能是我的电压器电压比较高，或者是电流比较大，但是我事后还是改用了电子门铃，因为电子门铃音乐有更多的选择。就结论而言，说它不支持 microSD 卡而导致只能使用内存，进而出现可能被拔走之后画面全数丢失的风险。我目前对它的功能还是非常满意的。其实我以前的门铃并没有这个缺点，就我觉得他们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然后出一个更新的版本，到时候我们再看看要不要升级，这样就完成啦。如果你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居家101内容主要分为维修、维护、安装、升级、清洁以及产品使用的心得。希望各位以最少的经费来达到最高的生活品质。各位用不到这些技能自然是最好，但是如果遇到，希望视频能对你有帮助。谢谢。